各位学员，大家好。接下来我们来谈论所谓电弧焊基本原理里面的电弧的特性，也就是22小节。那电弧的特性在做什么？电弧其实就是在高电流跟低电压的条件下放出怎样？就是两个电极之间放出的所谓的放电的一个现象。那它把气体就是什么？离子化了，变成所谓的类似电浆的一个东西存在。所以电子从阴极放出，那电子透过电浆传送到什么阳极做凝聚的动作。那这个是整个电弧的一个流动的一个程序。那学员如果说要往理论的方向发展的时候，这个程序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电弧焊的一个简图，由这个来看电弧焊的东西。如果以图上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电弧焊里面，这个是手工焊，手工焊里面它所利用的焊条里面，就是焊条里面是金属条，那金属条的外面有所谓的焊剂的一个部分。那在我试焊的过程中，我会跟母材互相做熔，那就有所谓的熔池一个现象的产生。那而且呢，焊接完之后会有所谓的什么，在焊接完的熔渣的那个什么的金属充填，就是说金属堆积完之后，它的堆积面上面有所谓的浮渣的现象。那这个都是基本焊接的所会产生的东西。那同时这样，我们之前有说过，在焊接的过程中会有所谓的强光跟那个有害的烟尘，那这个都伴随在所谓的焊接的过程里面。那包括这些强光跟有害的烟尘，事实上在这个就是焊接的一个基本电弧焊接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现象。那强光它是代表它事实上它就是代表所谓的电浆的一个能量的一个释放。那如果说有害的气体，事实上它是一个，我们可以把它利用它的这个现象，包覆住所谓的惰性气体，让它怎样？让它防止它的氧化。所以说这些不管是强光或不管气体，事实上要避免掉是很难的。那我们能做的方式是我们没办法去消除它，我们只能尽量用防护的一些器具去做一个保护自己的一个动作。那这样的方式是电弧焊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施焊的一个工作情形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所谓的极性的一个关系。如果以我们图上来说，我们先假设，我们先介绍所谓以正极性的电弧方式去做施焊。那这个一般来说，在施焊的过程中，这样的极性接法是最多的，也就是说那个电极上面电极的部分做负极性，下面焊件的部分，也就是母材的部分，我们做阳极性。那我上面的电子是从负极性焊条本身下来的，下来之后透过电浆，所以因为有透过电浆会产生强光。那电浆但电浆怎么来？电浆就是因为两个之间的电压太高，高电流低电压的关系，让它怎样？让它之间的气体产生的所谓的离子化，就会产生所谓的电浆。这个电浆是传递电子非常重要的一个载具。好，那电子经由电浆传到母材上面，所以它电子的跑的方式是以这一张直流正极性的电弧来说，它是由上跑到下面的啊。那电子往下面跑，那离子呢，当然就是往上面跑。那离子凝聚在哪里？凝聚在上面，就是所谓的电极的部分。那电子凝聚在的什么？下面就所谓的金属堆积的部分。那整个电流是什么？是往上的，也就是说，它由正极往负极方向，整个电流方向是往上的。那这个就是整个电弧焊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观念跟原理。那特别请同学注意到，这个会影响到它的这个极性不能乱接，因为乱接的话会严重的影响到焊接的品质。所以建议各位同学，如果除非你的情况是很特殊的情况，有特殊的考量，不然的话你施作的方式，大部分的焊接方式就是负极性当电极，
那正极性是接母材的一个部分了哈。OK， 好，那以上是电弧换电弧的相关的特性，那请各位学员务必去多参考，尤其是有兴趣往理论方向去发展的同学，这方面的理论需要再更加强啊。那现在仅做简单的介绍，那如果说各位学员对这个有兴趣的话，也不妨多去参考相关的资料，多去补充类似的一个电弧的一个电弧焊的一些相关的机制，那这个有助于以后在试焊的过程中，你会更容易的驾轻就熟。那谢谢各位学员的收看，谢谢。